最令人惊讶的10种仙人掌。仙人掌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多肉植物，全世界有将近2000种仙人掌。你见过最奇特的仙人掌是什么样子呢？有的仙人掌比7层楼房还高，有的仙人掌竟能在火山的岩浆中生长。在北美洲的荒漠中，有一种仙人掌还能变化颜色，而墨西哥有一种仙人掌就像巨大的毛毛虫，能趴在地面上匍匐前进。有的仙人掌价值数万元，而有的仙人掌3年不下雨都能生存。仙人掌不但能开出美丽的花朵，还能结出美味的果实。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非常神奇的仙人掌植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仙人掌的原产地，感受大自然惊人的创造力。别忘了点击订阅，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第10名，巨人柱。你能相信吗？一株仙人掌竟然能长到20米高。在北美的索诺兰沙漠中，有一种非常巨大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巨人柱。巨人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仙人掌之一，它通常能长到12到15米的高度，最高的巨人柱仙人掌甚至能长到惊人的20米。由于体型巨大，这种仙人掌的重量也很惊人，最重的一颗巨人柱仙人掌重量能达到8吨。虽然巨人柱非常高大，但是它们生长的速度却极为缓慢。一些高大的巨人柱仙人掌往往都生长了上百年。巨人柱仙人掌的生长过程充满艰辛，它们生长的环境极其恶劣，幼苗的死亡率能高达90%以上。在自然条件下，一棵幼苗发芽后10年时间才能长到2到4厘米，之后逐年加速，直到长到2到8米高时才会迎来生长的高峰期，之后每年增加10至15厘米的高度。一棵巨人柱仙人掌长出第一个分支，通常就需要50到70年的时间。虽然生长速度缓慢，但是巨人柱的寿命能达到150至200年，在理想条件下甚至可以活到400年。巨人柱仙人掌的花朵也很惊艳，一株巨人柱需要30到50年才会第一次开花。它的花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月至6月之间。巨人柱开花时，一朵朵洁白硕大的花朵在柱顶绽放，花朵直径可达20厘米，花瓣如丝绸般细腻，花蕊金黄夺目，整朵花散发出浓烈的甜瓜香味。受到花香吸引的长舌蝙蝠和蜂鸟等动物前来为它传播花粉。不过巨人柱的花期非常短暂，它夜晚开花，次日正午之前花朵就会凋零。一棵巨人柱一生能开花30至50次，每次开花后需要休养1到2年。如果遇到连续干旱，可能需要间隔很久才能再次开花。资料显示，一棵成年巨人柱仙人掌在欧美地区的黑市上售价高达5000美元。由于受到盗挖的威胁，巨人柱仙人掌的野外种群数量逐年锐减。目前这种仙人掌已经属于濒危物种，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第9名，熔岩仙人掌。仙人掌通常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在玻利维亚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一种仙人掌竟然生长在火山的熔岩里。这种仙人掌就叫做熔岩仙人掌。熔岩仙人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有植物，它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它们拥有超强的生命力。熔岩仙人掌的植株通常高约20至60厘米，众多的柱状茎秆紧密簇拥在一起，显得矮小而紧凑，如同一丛燃烧的黄色火焰盛开在黑色的岩浆中。它的植株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黄色刺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刺针会逐渐变深，转为暗灰色甚至黑色，从而和周围的岩浆融为一体。熔岩仙人掌的生长环境极为特殊，这种仙人掌专挑极端贫瘠的熔岩地带安家落户，它们能在滚烫、粗糙且养分稀缺的黑色熔岩流上顽强扎根。它生长的地方没有充足的水源，而且每天要面对着烈日的炙烤，狂风也裹挟着火山灰呼啸而过。然而，熔岩仙人掌像一个不急不躁的人，用漫长岁月一点点分解熔岩，并从中汲取微薄的养分来开启自己的生命旅程。由于这种仙人掌拥有极强的抗旱机制，因此它也是科学家研究植物适应极端环境的理想模型。由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态系统极度脆弱，在当地，熔岩仙人掌以及它的栖息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严格保护。第8名，鬼神龙。鬼神龙是龙爪球属中的一种独特仙人掌，
它原产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这种仙人掌以独特的形态和生长习性而备受关注。鬼神龙通常形成密集的垫状群落，具有多个头，每个头都覆盖着灰色的蜡质层和顶部的橙色绒毛。整个群落看起来如同一个个圆球堆积起来的小山，非常奇特。鬼神龙的蜘蛛较大，通常直径可达30厘米以上，为球形至圆筒形。它的刺座上一般有8至10根刺，这些刺为黄色或棕色，它们长度适中，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保护。鬼神龙一般在春季开花，它的花朵为黄色，花期很短，但花朵非常鲜艳，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在原产地，鬼神龙的生长速度相对缓慢，但在适宜的环境下，它的生长速度会有所加快。这种仙人掌适应了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的极端干旱环境，能够在贫瘠的土壤中生存。鬼神龙的球体表面覆盖着一层蜡质，这层蜡质有助于减少水分蒸发，使它能够在干旱的环境中保持水分。鬼神龙因独特的形态和稀有性而备受仙人掌爱好者们喜欢。它的球体较大，花朵鲜艳，是花园和庭院中的理想选择。此外，鬼神龙适合在温暖干燥的环境中生长，而且它的养护也相对简单。鬼神龙不仅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植物，还因稀有性以及独特的形态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仙人掌家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7名，毛虫仙人掌。毛虫仙人掌是仙人掌中的异类。这种仙人掌原产于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亚半岛的沿海荒漠地区。毛虫仙人掌的形态非常独特，幼年时的毛虫仙人掌还勉强维持着仙人掌常见的直立模样，可是到了成年，它便会彻底放飞自我。它的茎干如一条蜿蜒的巨蟒，匍匐在荒漠中，向周围肆意伸展，最长的可长到3米有余。毛虫仙人掌的茎干为乳绿色或蓝绿色，上面规则地分布着13至15个棱，棱上排列着刺座，每个刺座上有一根如同小匕首一样的中央刺和10至12根左右灰白相间的辐射刺。远远望去，整个植株毛茸茸的，很像一条巨型的毛毛虫，因此被叫做毛虫仙人掌。毛虫仙人掌的生长习性更是令人啧舌，它的茎干在荒野上扎根后，一端奋力向前生长，另一端则会逐渐腐烂，腐烂的部分最终会成为新茎生长的肥料。随着生命在毛虫仙人掌植株上的生死交替，它就能缓慢地在荒野中爬行前进。在营养充足时，它能每年前进60厘米，而在干旱条件下，它的移动则会慢得多。最为惊艳的是，毛虫仙人掌还能开出硕大的花朵，它的果实也可以食用。在过去，当地原住民还会用它的茎干来制作围栏或者搭建简易的建筑。毛虫仙人掌的独特生长模式使它得到许多多肉爱好者的喜欢，即使在盆栽中也能观察到它缓慢的移动现象。在原产地，野生毛虫仙人掌会被人盗挖后出售牟利。在过去10年时间里，毛虫仙人掌的野生种群数量下降了大约20%。为了保护这种奇特的仙人掌，墨西哥政府已经将它列为受保护物种，禁止商业采挖。第6名，五轮柱。五轮柱是仙人掌家族中的巨无霸，它属于仙人掌科摩天柱属。这种仙人掌如同名副其实的摩天柱，和巨人柱一样，它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之一。五轮柱仙人掌原产于墨西哥，也被称为墨西哥烛台仙人掌。它身形极为高大，成年植株仿若一座天然的绿色高塔，它的高度通常可达10米以上。世界纪录中最高的一棵五轮柱仙人掌高达19.2米。与同样巨大的巨人柱仙人掌不同，五轮柱仙人掌除了具有直立的主干，它还有更多的分支。它的主干直径可达1米，茎杆上分布着10到16条棱，棱上覆盖着白色绒毛状的刺座，中央刺为黑色，长度可达10厘米，周围还有10到20根红棕色的边缘刺。这些刺不仅为主干提供了保护，也增添了植株的独特美感。五轮柱的分支从主干顶部或中部开始生长，整棵植株看起来很像一个巨大的烛台，非常壮观。五轮柱仙人掌的生长速度同样非常缓慢，它的寿命可以达到200年以上。一棵五轮柱仙人掌往往需要上百年才能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而且这种仙人掌对环境要求非常严苛，它喜爱充足的阳光，偏好干燥的气候。五轮柱仙人掌同样晚上开花，当夏季花期来临，它的植株顶端会绽放出硕大的白色花朵。五轮柱的果实可食用，也可以用于制作果酱和果冻。由于这种仙人掌的形态高大雄伟，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因此它常被人们栽种在公园或庭院内。第5名，泰迪熊仙人掌。泰迪熊仙人掌因外表酷似毛茸茸的泰迪熊而得名。这种仙人掌实际上是一种充满杀机的植物，它原产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地区。它的生命力顽强，能够忍受极端干旱和低温的环境。它甚至可以在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中生存。泰迪熊仙人掌的茎节是短圆柱形，表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金黄色刺座，每根刺的基部都包裹着银白色绒毛，很像散落在沙地上的毛绒玩具。然而，真正的泰迪熊仙人掌却非常危险，它的植株上那些密集的刺针长度可达 2.5 厘米，而且每根刺针上都带有微小的倒钩，只要轻轻一碰，刺针便会像鱼叉一样扎入人的皮肤，并且它的刺针质地脆弱，容易在拔除过程中断裂，断刺留在皮肤内又很容易引起局部感染和持续的红肿疼痛，所以触摸这种仙人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泰迪熊仙人掌的茎节非常容易脱落，只要有微风吹动或被动物触碰，它的茎节就会脱落并勾住动物的毛皮，被带到数公里外，然后落地后迅速生根，形成新的群落。这种独特的繁殖方式使得泰迪熊仙人掌能够在沙漠中广泛传播。泰迪熊仙人掌每年的5月至6月开花，它的花朵很小，但颜色鲜艳。由于泰迪熊仙人掌通过茎节扦插来繁殖，因此它的果实中通常并没有成熟的种子。在园艺市场上，经过无刺化培育的泰迪熊仙人掌是园艺爱好者喜爱的网红盆栽。第4名，金虎。金虎仙人球是仙人掌科球形仙人掌中最具观赏性的品种之一，它原产于墨西哥中部的沙漠地带，成年植株直径可达 1.3 米，通体覆盖着30至40条棱脊，每条棱上整齐排列着数以千计的刺座，每簇刺座又辐射出8至10根金黄色的中刺。它的球体顶部还生长着一圈金黄色的绒毛。让人惊讶的是，金虎仙人球的刺座排布遵循斐波那契螺旋数列，无论从顶部俯视还是侧面平视，都能看到近乎完美的对称性。这种罕见的植物美学使它深受园艺爱好者的欢迎。金虎仙人球非常适合盆栽，放在家中点缀环境，不但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金虎仙人球的寿命可达150年，野生植株生长速度非常缓慢，10年时间直径才能长到15厘米左右，20年到40年才能长到70厘米至80厘米。这种缓慢的生长背后是极致的节能策略。它的球体内部 90% 是海绵状的储水组织，而且它的表皮气孔白天紧闭以锁住水分，到了夜间才开放来吸收二氧化碳。金虎仙人球的根系是扁平的放射状，能在下雨时迅速吸收水分并储存起来，因此即便3年不下雨，它也能存活下来。第3名，昙花。我们都知道昙花一现这个成语，但是你知道昙花其实也是一种仙人掌吗？在植物学中，昙花是仙人掌科昙花属的一种植物。虽然隶属于仙人掌科，但昙花却与我们常见的仙人掌的模样大相径庭。昙花的植株呈灌木状，主干木质化程度非常高，它的叶片扁平，如同绿色的丝带。这种独特的茎叶形态打破了人们对仙人掌大多是肉质块状或球状的刻板印象。昙花的茎干上稀疏地分布着一些细毛般的小刺，相较于其他仙人掌的锐利尖刺，显得要温和许多。而昙花最为人称奇的是它昙花一现的开花特性。在静谧的夏日夜晚，昙花的花骨朵从扁平的分支边缘慢慢探出来，起初如同一颗颗玲珑的碧玉簪，随着夜色渐深，花苞缓缓舒展，刹那间一朵巨大的漏斗状花朵惊艳亮相，洁白如雪的花瓣层层叠叠，中央簇拥着金黄璀璨的花蕊，馥郁的香气瞬间在四周弥漫，将夏夜的空气都染成了甜甜的味道。
然而，昙花这种极致的美丽仅只能持续2-3个小时，2-3个小时后，花朵便开始闭合。昙花这种短暂花期与开放时间，其实是它们为了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由于夜间蒸腾作用减弱，可以降低开花过程中的水分消耗，而且昙花依赖一些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为自己传播花粉，比如飞蛾和蝙蝠等。昙花的花期虽然很短，但它的开花时间与这些传粉动物的活动高峰期高度同步。昙花开花时释放出浓郁的香气来吸引这些传粉动物，而且它的白色花瓣在月光下能反射光线，形成视觉信号，便于传粉动物对花朵进行定位。研究表明，昙花的授粉成功率高达80%，远远超过许多白天开花的植物。第2名，胜利塔。胜利塔仙人掌原产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荒漠地带，这种仙人掌的高度约为180至240厘米，是一种灌木状的仙人掌。胜利塔最独特的是它的颜色，它能随着季节和气温的变化而改变颜色，因此也被称为仙人掌中的变色龙。当冬季来临时，胜利塔仙人掌的掌片会由灰绿色逐渐变成浓郁的紫红色，在荒凉的沙漠地区，这种独特的颜色显得妖艳而美丽。而且，这种颜色的变化在温差较大和阳光充足的环境下会更加明显。改变颜色其实是胜利塔仙人掌为了适应恶劣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变为紫色后能反射更多的阳光，从而降低自身的温度，减少水分散失。每年春夏之际，胜利塔仙人掌的顶端会冒出许多娇艳的花朵，它的花瓣为亮丽的金黄色或猩红色，花蕊金黄璀璨，显得热烈而艳丽。不过它的花期很短，开花后18小时左右，花朵就会凋零。胜利塔仙人掌的果实可以食用。过去，美国西南部的原住民托霍诺奥哈姆人还会用这种仙人掌的茎节和果实来治疗炎症和伤口。不过近代研究发现，胜利塔仙人掌的茎节内含有草酸钙晶体，如果人类误食会导致口腔灼伤，严重的会造成肾脏损伤。而且胜利塔仙人掌的茎节上布满黄色刺座和肉眼难辨的绒毛状微刺，这些微小的刺一旦刺入皮肤，会引发持续的皮肤瘙痒与刺痛，而且这种刺进入皮肤后很难去除，所以尽量不要伸手触摸这种仙人掌。由于胜利塔仙人掌的颜色独特而美丽，而且它的生命力顽强，养护相对简单，因此这种仙人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欢，无论是种植在庭院中还是作为室内植物来观赏，它都能为生活带来一抹让人惊艳的独特色彩。第1名，孤龙丸。孤龙丸是仙人掌中一个极具魅力的稀有品种，它属于仙人掌科龙爪球属黑王丸的一个亚种。这种仙人掌原产于智利西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北部，它们通常栖息在沿海地区海拔500米到1000米左右的峡谷山坡上。阿塔卡马沙漠每年的降雨量极其稀少，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在恶劣的环境中，孤龙丸主要通过吸收雾气中的水分来生存。在原产地，孤龙丸为了减少水分蒸发，避免高温伤害，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光照资源，它的植株大多向北方倾斜，向着阳光来生长。孤龙丸的成年植株可以长到 1.5 米，直径10至20厘米，整个植株形状如同沙漠中的灰白色巨塔，表皮覆盖着厚厚的灰白色蜡质。这层蜡质不仅让它看起来独具特色，而且还具有反射阳光的作用。除此之外，为了在极端环境中生长，孤龙丸通常会在夜间打开气孔来吸收二氧化碳，到了白天它则会关闭气孔，利用储存在细胞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种机制使得它在干旱的环境中具有非常高的水分利用效率。和黑王丸相比，孤龙丸的油间距则更小、更细密，成熟后棱数也更多。由于形状独特、生长缓慢，孤龙丸是多肉中的珍品，在欧洲市场，一株成年孤龙丸的价格往往高达上万人民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